這個孔子銅像是世界最大，沒有之一。我會在家裡。是當地人拿水，装那潜水才拿出來罢了。加一個 OK。现在我们看到什麼東西，各位？在山頂竟然有女醫甚至還比那些拳更加出名，因為真的太胖了。影片開始前，希望大家給我們一點小小的鼓勵。因為我們的頻道會給個 like 哦，謝謝。歡迎各位來到節日裡，這一期將會是個4天3夜山東之旅，將會覆蓋濟南、泰山和曲阜，而來到這裡也非常的方便。據榮博士有直飛來到山東濟南的哦。而第一站我們將會前往曲阜，孔子的出生之地。哎，我們復活了！哎，我復活了，雖然聲音還沒有復活。看小姐真漂亮，換裝了。這是什麼啊？這是什麼？這是戰國袍。首先來到了曲阜山口，去了孔廟，而孔府。孔廟顧名思義就是為了祭拜孔子的廟啦，是世界上規模大令不殺的那種。裡面的重點一定是大成殿，它的規格是參照北京故宮太和殿建起來的哦。而接下來的孔府呢，是孔子後裔代代相傳的家來的，裡面根本就是一個超級無敵大 V 啦。前半部分分別是公堂，而後半部分才是內宅。它這個是被人家摸到好滑哦，是的。好想來回去做桌子。叫你來旅遊，不叫你來看家居啊！soft 了啊你。文創店的。這不也是 quotation 的地方？對，可是有我們的冰箱貼。哎有，我已經看到了，裡面有冰箱貼的字。這個 quotation 我喜歡。智慧水缸。智慧水缸。智慧水缸。我需要啊？為什麼？因為你沒有智慧。我跟你講，這老婆可以不用了，可以不要了了。我跟你講。雖然孔陵我們沒有去到，但是三孔聯飄起來了，大概人民幣在150到180之間，全部走完要4、5個小時這樣子啦。第二個值得去看的地點叫做驪山勝境，進來第一眼最震撼的一定是那尊孔子銅像啊，高72米，站在山上整個就是氣場鎮壓一切的那種感覺。但是這裡不是各種古蹟型的景點哦，而是個比較新的文理園區。這一邊是拍孔子像最佳的位置和角度，是不是很棒？這個角度超 nice 的。我話說忘記跟你們講，就是這個孔子銅像是世界最大，沒有之一，唯獨一個，所以是不是很值得來這邊朝聖一下？我們來到最後一站大學堂啦。這整棟建築也是超誇張大，真的是過分了。前身是孔廟內的講堂，現在是當代全球最大的孔子建築。建築的風格古樸典雅，力求呈現儒家思想智慧與現代建築藝術完美結合的新東方古典風格。堂內焦點72賢郎透過群雕、情景雕藝術形式講述孔子與弟子的言行故事。堂內的仁義禮智信命名的5個大廳，每個廳都各具特色，特別好打卡出片。天下花園燈光秀即將開始。燈光秀還是如果你們來到這裡看到這個樓梯哦，就覺得很長嘞。其實旁邊有一個電梯。可以直接走上去，神交力。哇，超美啊！這個那個世界來的另外一個是暗暗這樣子，沒有氛圍。這個是白色宮殿。哦，對了，不要忘記晚上驪山勝境戶外還有煙花以及無人機演出。欣賞完這個晚上的世界盛宴，就可以結束這一天了。最後一個最推薦的是孔子博物館。為什麼這麼說？因為進到來就有給個很哇的 factor，就是這一面白色的燈光牆，很大氣。背影中間這個人物就是孔子，整個設計就是非常的棒。裡面是現代展館，博物館裡面的古蹟、古物啊，這些東西真的很多，而且都很值得停下來了解他們的歷史。最可愛的在於裡面也有互動展區。沒錯嗎？那高點台呀！你已經現在是成為了孔子的弟子，其中一個弟子了。門票是免費的，但是需要提前在網上預約。給你們看這裡曲阜版本的咕嚕肉葡萄基地，這一個就是來到這裡必吃的東西——孔子招牌豆腐。不過是不是孔子做的就不懂，看樣子是辣的。可是孔子喜歡吃。你喜歡吃，就是那雞丁啊。回到
我还是比較喜歡肉傳統的咕嚕肉，這個就甜的沒有酸，它不夠開胃，所以吃久會很膩，蠻特別的，有意思。有意思。像我岳父每次講有特色，是嗎？啊，還 OK 啊，不難吃。孔府豆腐，它有燻過這個孔府豆腐，沒有到很驚豔我，有點就像那個蘿蔔豆乾，這個真的還好，它就是一個冷凍，但是它有燻味，燻香對。這樣我們吃那個蠟燭。蠻特別。第二站，我們來到泰安，這裡離曲阜只需要19分鐘就抵達了。所以各位，目前我們在酒店了，這個是很熟悉的漢庭酒店。其實很多條路線，很多人來泰山呢會選擇夜爬泰山去看日出。所以我現在跟你們講，我們是不會這樣子玩，因為我們老。不是，我們要走一條就比較輕鬆的路線，也供大多數人可以參考的路線。打車去天外村買個票，20分鐘來到中天門，從這裡徒步就是2.5個小時來到這裡。不然你更輕鬆了，直接坐索道10分鐘來到這個地方，然後你才開始徒步走這個地方。那你就非常的輕鬆了。我們會走2.5嗎？不要。然後我們就原路返回。我們之前跑5月的其中1月就是華山，現在我們要來泰山學另外一門獨門秘籍，叫什麼？叫做不知道。我們現在住的那個酒店叫做漢庭泰安泰山景區酒店，這裡有很多間漢庭，所以你不要訂錯。而且這裡非常方便，酒店在這裡，後面就是那種文創街，然後也很靠近夜市，走路6分鐘到。接下來我們還會再帶你去多幾個泰安值得去的景點。現在我們出發嘍！出發！泰山第一行宮大廟。來大廟的另一個原因就是要先祭拜東嶽大帝啦，因為泰山對中國古代皇帝來說不只是一座山，它是天與地之間的溝通點。前面什麼情況哦？好多人在摸那個石頭哦，難道可以好運，可以發財？天礦殿就是你來拜廟一定要來的，來拜泰山神的地方。摸了會怎麼樣啊？這個是向導的玩了，是不是？你信了你就信，不信哦，聽不懂，請山東人幫我們翻譯一下，聽不懂。中500萬，500萬夠嗎？10個億。三星。我做完了，各位。然後我是想跟你講的就是，我感覺不到我会賺100個億。哇，100個億啊，就是100個億有啊！聽者有份啊，一人給你們100塊，100塊。你也夠強哦，你這個話講得順。一人給1萬。所以每次上山之前，先要祭拜東嶽大帝，等於先給他通報一聲，希望隔天去爬泰山的時候天氣良好，一切順利平安啦。所以如果你們來爬泰山，記得先來這裡祭拜一下哦。逛殿壁畫是來這個大廟非常值得來看的，但是還是需要預約的。每個時間段只有15個人可以預約上，然後現在已經滿了。然後這裡是預約的 QR 碼。然後裡面呢，大概就是這樣子，很長的歷史價值的一種壁畫，在960到1127年之間畫成的。跟你講，我們剛剛逛完那個順天光殿，有收穫。我現在很着迷那種陶瓷的冰箱店。你在電影講你給我要我的。什麼鬼？為了一個冰淇淋給我翻臉。那應該是，因為是剛好是520，不敢。什麼520？平時都不可以。OK， 不翻，都不翻來。這個景點的最後可以來到一個觀景台，你爬上來，很多人在那邊拍照，因為它面對景是泰山，前面都是泰山，壯觀的很厲害，果然是皇帝設計的東西。要去泰山路，這也是我們這個行程裡面的重頭戲。首先你要先來到天外村遊客中心坐巴士，來給你們講價格。我這邊超多遊客，然後我們後面就是鼎鼎大名的泰山，就在那邊打卡拍照先才正式出發。現在是開始乘車進山。哎，不給錢的？我買票了。哦，錢。等一下我給你們講怎麼買。如果你online沒有買到票，可以現場在這邊買哦。首先，你可以去你的 trip.com 買。在你買票的時候，你可以選從什麼入口進，然後我們選的是從天外村到中天門的車票，還有就是這一個泰山的門票，總共一個人是155人民幣。如果你選擇步行上山的話是3000米，大概2個小時半。3000米呀！但是我們坐索道，直接走在山裡。很誇張多人，全班車會出一張人擠人，加人擠人。不要脸的跟你們講，我們上到頂端啦！我們走的是最簡單的路線，
這個就是景色，各位。哇，好美！跟你们讲，不是開玩笑，那天氣真的超美。昨天哦是烏嚕嚕的啊，上面還有烏雲，現在是藍天白雲，整個很不真實。你們要不要留言接好運？這樣你們下次來的時候就是藍天白雲啦。我還有這種 service 哎，上山下山的，再來上山下山了。但是我覺得好危險哦。來 test 看了，多少錢？不知道，可以問啊。走，去問。單程600元。單程600元啊！但是真的是很辛苦，辛苦錢，但是好羨慕，我也想做。接下來我們看到什麼東西，各位？居然在山頂有快遞，對，快遞無處不在。上面這裡物價是真的是比較高，所以你們自己準備會更好了。一支礦泉水都要8塊。本地換來是來上面就算花一點錢也 OK 啦，因為他們要搬上來也是很蠻辛苦。對，我們差不多要到最終關，最後那裡。不行啊，不行啊，1000塊。你看我50秒，10秒。Half time break。等一下。哎，這樣會傳了。不知道。不知道丟什麼？你看這個掛在手上，還拿這個週刊。哦，真的。那這個碧霞池呢，是這裡當地人的信仰的一種宗堂，它就是為了供奉這個泰山老母的，也是泰山這邊頂部最大的廟之類的東西了。好，謝謝，沒事。我們終於抵達了午夜獨尊，不過實在多人拍照，我們放棄，我直接放棄，拜拜，太多人了。哎，就這樣了，泰山，拜拜。哦，各位，我們已經爬完啦，總共我們花費多少錢啊？一個人花了接近400塊。這個400塊呢，是最輕鬆的方式遊玩這個泰山啦，包括就是坐那個接駁車、巴士，還有就是纜車，這來回價格啊，一個人400多人民幣，不是馬幣。那下山的話，其實是走另外一條路，特別的輕鬆，人沒有這樣多。最後還是建議你們去山上的景點啊，千萬不要等到最後的時刻才下山，全部人擠着要下山，等下那個纜車。你要等幾個小時，這樣才可以做到。安排好自己的時間啦，各位。這是我們的第3坑啦。我來到了濟南。對，濟南這裡就是有泉水之都之稱，這邊有很多個泉群可以看。我們現在打算先租一個腳車，騎行第一站去到趵突泉。正式抵達了啦！趵突泉呢是需要買票的，一個人是40塊。這個其實是一個泉群啊，趵突泉其實只是那個泉眼，除此之外還有其他泉你可以參觀的，就是那個石灣泉啊、杜康泉啊、望水泉等等。那最出名的當然就是這個趵突泉啊。但是我們個人認為，趵突泉隔壁比較清澈，有點像那個九寨溝的水。偷聽到導遊講，這裡的鯉魚甚至還比那些泉更加出名，因為真的太胖了。哦，他們是網紅魚。那個小小裂2個小點啊，那風箏放得好高哦，那個風箏放得好高哦，這個到底有多長？1500米，你知道飛機嗎？厲害！它高到完全不知道，連拍不到。我真的很敬佩這邊的人，有些的他們愛風箏的程度真的是很瘋狂。那這裡你可以看到很誇張高的風箏的地點呢，叫做泉城廣場。這邊就有一個很大的藍色地標，可以來這邊打卡拍照。它離這個趵突泉呢很近吧，就是過一條馬路就到，所以推薦你們順便來啦。哇，好爽，涼啊！推薦你們現在這個時候來就是5月，不然就是等到秋季的時候，9月到10月11月也是很棒的一個季節。對，到時候那個葉子會變 orange 色啊，秋季啊。我們又剛剛騎行結束了，真的很方便。第3站黑虎泉，那這個黑虎泉呢就比較 nice。不用門票，這是免費的景區來的，而且你還可以拿水來喝。哦，是，給你們看，這是當地人拿水，從那潛水才拿出來罷了。接下來會推薦你3個商業街，你們可以去看看的。第一個就是芙蓉街，再來是皇后里。
建議晚上才過去，晚上的氛圍會比較熱鬧。如果你想要找一個酒吧微醺一下，這裡是非常適合的場所。最後是3個裡面我們個人最喜歡的曲水亭街。雖然下起了綿綿細雨，不過街上還是人來人往，有人對着河水旅拍，有些人就坐在小溪旁邊喝茶，光顧當地的老字號品牌，不然就是進去這些有特色的咖啡廳，坐下來休息欣賞有小江南之稱的景色，感受老城漫遊的氛圍。最后一站，我们来大明湖。那大明湖这地方呢，很方便吧？离这个曲厅水街非常近，就在它正对面吧。我发现到就是济南的景点全部都蛮集中。对，就那几个点，你都可以用1天的时间来 City Walk。听到大明湖，你们有没有想过以前你看《还珠格格》的时候，他说你还记得当年大明湖畔的夏雨荷呢？我完全不知道这个戏，爸，你有看过吗？由于嘉瓜病倒了，所以我今天一个人带你们去看超然楼亮灯。它是在每天晚上的7点半。我打算这裡看過去，這很多人在超然樓的底下看開燈。然後我這個點則是沒有什麼人，可能就幾隻小貓。So 如果你們不想要人擠人，就想看開燈又有那個橋。當然，你可以有那個長焦鏡頭會更好啦。但這個點我大力推薦，你在導航搜索南豐戲樓這一個區域就可以找到了。現在帶你們去看夏雨荷，我終於看到傳說中的夏雨荷了！哇，是不是好漂亮？看看你的眼睛，哇，美！我會眨眼睛的。好了，各位朋友們，我們這一個濟南的4天3夜之旅就到此結束。會推薦你們去這個地點呢，是因為近期真的非常方便，吉隆坡真的可以直飛去到濟南了，而且那邊也有很多東西可以探索，很多元化。認真的跟你說一聲，祈福孔子的家鄉泰山，挑戰一下自己的體力。最後，濟南一個非常特別有意思的 City Walk，下一次的中國之旅有另一個目的地可以去探索咯。這一期影片就到這裡結束了，喜歡我們影片的話，記得點讚、關注、分享。下期影片見了，各位，拜。